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医生详细的为我做了全面检查，微笑着告诉我身体状况良好，怀孕的几率相当高。我满心欢喜地走出诊室，迫不及待地拨通了李林的电话，想要第一时间与他分享这份喜悦。然而铃声却在医院的走廊中意外地响起，声音异常熟悉。我顺着声音来源的方向望去，震惊地发现李林竟然站在走廊的尽头，而他此时应该正在公司忙碌。李林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来电显示，神情显得有些紧张，他稍微犹豫后按下了挂断键。我看到她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一位明显怀孕的妇女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下，从她隆起的腹部判断，孕期似乎已有5-6个月。李林对她呵护备至，一手轻抚她的腰，一手紧握着她的手，两人共同查看着什么，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那笑容如同一根刺，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回到家中，我失魂落魄地坐在沙发上，已然发呆了1个多小时。医院中的那一幕如同电影般在我脑海中反复播放。那个孕妇究竟是谁？李林为何会陪同她进行产检？他们之间的亲昵与默契，仿佛是一对恩爱夫妻。但我才是李林的妻子啊，他腹中的孩子，莫非是李林的骨肉？我正在努力备孕，渴望拥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孩子，而李林却可能与别人已有了爱情的结晶。为何我之前从未察觉到李林的任何异样？那个孕妇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在医院时，我曾试图走近一探究竟，但她遮得严严实实，我无法看清她的真面目。在炎热的夏天，她在妇产医院如此装扮，显然是在刻意隐瞒些什么。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打破了我的沉思。我拿起手机，屏幕上显示着李林2个字，瞥了眼时间，已经距离在医院撞见李林的那幕2个小时了。看来他已经把那位孕妇安全送回家并安顿好了。青青，怎么了？李林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语气一如既往的温柔。我今天一直忙于会议，刚刚结束就立刻给你打电话了。他解释说，想到他在医院陪着别人做产检，却对我说在开会。我心中一阵冷笑，哦，没什么，就是有点想你了。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淡无奇。面对今天的所见所闻，我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对李林甜言蜜语，但一向冷静的我，也不会在没了解真相之前就冲动地质问他。李林还在用他惯常的温柔语调和我说话，询问我今天过得如何。然而此刻的我听到这些关心，只感觉像一根根针在刺痛我的心。别太想我了，青青，我今天可以准时下班，在家等我哦。李林似乎并未察觉到我的冷淡。挂断电话后，我继续坐在沙发上发呆。医院的那一幕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以至于李林晚上回家时，我才发现我竟忘了做晚饭。看着李林在玄关处换鞋，我心中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讽刺感。今天没做晚饭吗？他问。哦，今天突然不想做了，我随口应道。等你回来一起点外卖吧。我几乎是咬着牙说出这句话，偶尔换换口味也挺好的。李林很体贴地说。我们订了外卖，然后坐在沙发上各自忙碌着自己的事情。李林一直握着手机，坐在离我有些远的位置上。我突然发现，最近我们之间似乎总是保持着这种微妙的距离。这种状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今天去医院了，我突然说道。去妇产科做检查去了。
眼睛直直盯着李林。看到他没有什么反应，我又补充着，原本想去妇产医院的，后来觉得还是去市医院比较合适，以后免不了常去医院，市医院离家近，我也方便一些。听到妇产医院几个字时，李林的手明显顿了一下，又听到我只是去了市医院，他轻轻地舒了口气，终于抬起头看向我。哦，检查地怎么样？怎么突然又去做妇科检查？李林紧张关切地问。你知道的，我一直想要给你生个孩子的。我继续盯着他说。哦，这个是不是着急就可以的？你先好好调养调养身体，慢慢来。李林又低下头，认真翻阅手机。医生做了全面检查，说我现在的身体各项指标都不错，正常备孕，是可以很快有孩子的。听到这好消息，李林却只是嗯嗯一声，然后再无回应，整个心思都投入在手机里。自5年前结婚以来，为了能怀上孩子，李林和我费尽了心思，看到任何关于生孩子的新闻都会和我分享，听到任何可以怀孕的方法，我们都要去试试。他会随时关注我的生理期有没有到来，我每一次去医院检查做治疗，他都尽可能陪伴。但这最近几个月里，每谈论到孩子的问题，李林却开始劝我不要着急，慢慢来。之前我还以为是体谅我宫外孕流产的辛苦，想让我先休息休息，现在才明白是不需要了。即便我说了好消息，他也无动于衷，心已经不在这里了。看着此时的李林，我在心底说，透过落地窗的玻璃，李林手机上的秘密全部被我尽收眼底。此时的李林真是忙碌呀，一会儿在网上各个平台搜索月子中心，仔细研究，一会儿又在某宝网站上反复对比各种婴儿用品。我的孩子还没怀上呢，这是给谁家孩子在看呢？我人还在跟前呢，就这么急不可耐地给2+1的孩子准备待产物品，给你的新家庭张罗。或许是李林太过投入，全然没有感受到我有些愤怒的眼神在注视着他，没有看到我紧握拳头，从白天医院到晚上家里的种种表现。李林很大可能出轨了，僵硬地躺在床上，脑袋里茫然的如同一团浆糊。向来镇静的我，现在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多少次忍住想翻过身把他拽起来，忍住想大声地质问他为什么会出轨，忍住想对着他的脸给他一顿暴击。一夜无眠，第二天早上留下一句晚上我有会加班到很晚，不用等我。李林便急匆匆地出门了。李林出门后，我依旧躺在床上。李林可能出轨了，虽然很伤心，但现在不是傻傻伤心的时候，要把事情查清楚，再定接下来怎么办。我拿定了主意，坐在租来的奥迪车里，我紧盯着李林公司所在写字楼的地下停车库出口。是的，我来跟踪李林了。我有强烈的预感，李林撒谎了，他今天晚上没有会，也不需要加班，他会去2+1那里。果然，不出所料，6点下班时间刚一过，李林深黑色的路虎揽胜就雄赳赳地开出了地下车库，一路上小心跟着，行驶了20多分钟，进入到一家高档小区丽林苑啊。这小区选得好啊，丽林与李林谐音相似，丽林苑一指李林家呗，这是妥妥给自己选了个新家呀。跟着李林开进小区内，进入到地下车库，看着他停车在3号楼3单元，等他进了电梯，关上门，我快速跑进电梯间，紧紧盯着电梯楼层数字的变化，看着电梯最终停在23层，乘坐另一部电梯，按下23，我紧张的快要不能呼吸。到了23层，
我走出电梯，悄悄地在楼道内走动，观察，并认真竖着耳朵听，试图听李林的声音会从哪一间屋子传出来。不一会儿，李林的声音就从2303室传来了。我轻轻走到2303室门外，偷偷听着，两个人在商量着吃晚饭的事情。有女人说着宝宝今天特别活跃，胎动得厉害。李林在里面有说有笑，我在门外却心如刀割。等一下，女人的声音怎么有些耳熟？突然电梯响了，有人出来了。我假装镇定地走进步行楼道安全门内，透过安全门狭长的玻璃，看见快递员按下2303的门，真是天助我也！不一会，2303里面有人出来了，是个女人。我终于看到了2+1的庐山真面目，怎么会是她？2+1怎么会是李林的前秘书？我一片愕然。虽然也可以理解，但对于李林的2+1是他的前秘书这样的唐俗剧情，我还是很吃惊。是的，我认识李林的前秘书，她叫方婷，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同一家公司的。1年前，我因为宫外孕的打击，对生活对工作都有些消极总慢。在李林的提议下，我休完小产假就向公司提出了离职，暂时去远方看看，调节身心。而方婷是在我离职前2个月入职的，因为当时是我亲自面试并录用的。虽日常工作接触不多，但依然记得。离职后偶然与公司前同事聊天，得知方婷4个多月前突然辞职了。现在想想，方婷4个月前辞职，应该是在确认检查出怀孕后提出的。对于李林的2+1会使方婷感到愕然，全因为当时录用方婷时主要看重她的老实本分，而且当时方婷是有男朋友的。想不到1年变化这么大，现在竟然毁3观的去做人家的2+1。过了2天的周末，晚餐时间，你的新秘书怎么样呀？3个月试用期过了吧？我假装不经意地和李林聊起。咦，你怎么知道我换了新秘书？李林突然紧张地抬头看我，我继续淡定地吃饭，没看他一眼。哦，前一阵跟公司同事聊天，不经意听说的。听说你之前的那个秘书方婷是突然辞职的，因为什么原因呢？听到我提到方婷，李林明显更紧张了，不过还在强装淡定。他就说家里有急事，不能再在公司工作了。哦，这样子呀？哎，怎么没听你说起过这件事？我抬起头，一边嘴里淡定地嚼着菜，一边认真地看着李林的脸。一个秘书离职，又不是什么大事，你知道的，我的秘书不是经常换人吗？李林低下头假装吃饭。前2天还亲眼看到你俩在卿卿我我，现在却在我跟前撒清关系。基于这1周的观察，确定了李林出轨的事实。2+1是他的前秘书方婷，并且方婷现在已怀孕5个多月，再一次一夜无眠。接下来的1个月，李林格外忙碌，忙着工作，忙着与我假装相亲相爱，忙着与方婷卿卿我我。与此同时，我也没有闲着。每天李林出门上班后半小时，我也出门去上班。每天我都乔装打扮，开着租来的车，跟踪李林到处走，看着李林在借口加班的时间，带着方婷去商场选购婴儿用品，去高级餐厅享受音乐与美食，看着他们像寻常夫妻一般进出丽林苑，看着他们卿卿我我。每一天，我的心都在不停地滴血。每多过1天，我对李林就多1分心灰意冷。1个月时间，跟踪李林和方婷在一起的各种场合、各种亲密状态的照片洗了一沓又沓，还通过人脉关系
拿到了李林租赁丽林苑房屋的合同复印件，证据已准备好，下一步就要摊牌了。在又一个李林加班的夜晚，我安静地坐在客厅沙发上，没有开灯。这寂静的客厅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安静的可怕。等的时间久了，闭眼养精蓄锐的我渐渐有些困意，半睡半醒中，脑海里闪现很多场景。我和李林是典型的办公室恋情，大学一毕业我就进入了一家世界500强贸易公司。那时李林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2年，因为和李林是同一学校的学长学妹关系，虽然是在进入到公司后才无知晓的，但这样的特殊联系还是让2个人关系拉近不少。在每天的朝夕相处中，2个人慢慢走到了一起。李林虽然工作很忙，但对我却十分用心，无论婚前还是婚后，都会时不时制造惊喜和浪漫。他会在圣诞节的工作日里，假装路过我工位，将偷偷买来的圣诞老人造型蛋糕送给我；会在每一次出差时，在外地手写明信片寄给我；会在每一个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提前订好飞机票和酒店，带我来一次说走就走的纪念旅行。结婚后，为了能怀孕成功，我在医院做过各种检查，扎过无数次针，吃了无数次药。即使再辛苦，即使屡屡怀孕失败，只要想起李林的温柔宽慰和全心全意，我便依旧会满怀信心的一次次重新开始。2个人谈恋爱2年，结婚5年，一路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一起克服了生活和工作中的很多困难。当然，2个人也收获了很多。我们从基层员工开始，一步一步成长为公司管理骨干。在结婚第3年，我晋升到公司的人事经理，而李林进步更大。他在进入到公司第6年，已然提升到销售副总职位。我和李林的爱情和婚姻一直都是亲友和同事口中的天赐良缘，佳偶天成。2个人生活上琴瑟和谐，工作上携手进步，我们彼此互相成就。我以为我和李林会一直这么幸福的生活下去，可现如今物是人非，一切都变了。李林的心已经不在我这里了，重新给了新家庭。想到这些，心突然疼得很厉害。啪！差几分午夜12点，客厅的灯终于亮了。我睁开眼睛，扭头冷冷地盯着刚进家门的李林。李林看到坐在沙发上的我，很是诧异，刚要开口说什么，却发现了摆放在茶几上的照片，是他与方婷在一起的，手上拿着照片，眼睛不停地翻看。李林有些情绪激动，扔掉这烫手的照片，快速走到我旁边。李林双手紧紧攥着我的胳膊，轻轻，你听我解释。李林一边苦苦哀求，一边向我解释一切。他们故事开始于1年前，我确诊宫外孕紧急住院的那天晚上。李林因伤心在公司办公室借酒消愁，正好被加班的方婷发现。出于关心，方婷在办公室陪伴李林，听他倾诉。酒精作用外加伤心需要安慰，李林和方婷在当晚就在一起了。虽然事后李林很后悔，也向方婷解释清楚，并给了一些补偿，可是有过肌肤之亲的2个人，在日后的时间里都对对方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后面在频繁的工作交集中，2个人渐渐走到了一起。而5个多月前方婷的意外怀孕，更是让一直想有自己孩子的李林开心不已，把原本对我的愧疚也抛于脑后，彻底沦陷在与方婷全新的感情生活中。直到被我发现并摊牌，李林才开始慌了，全然不听李林的解释。我坚决地向他提出了离婚，李林不同意离婚，
边卖惨说他鬼迷心窍，失了心，其实最爱的还是我，一边向我保证会很快处理掉与方婷的一切。看着李林无比诚恳的表演忠心，我只觉更恶心。这炉火纯青的演技，不颁发一个影帝奖，真是太对不起你了。在李林苦苦的哀求下，我表面上假装原谅了他，答应先不离婚，实则想让李林放松警惕，为自己争取时间。现在还不是跟李林鱼死网破的最佳时候，我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我要为自己争取更多合法利益。之后的1个月，李林每天下了班都会早早回到家陪我，每天工作时间各种嘘寒问暖，休息日带我打卡城市网红店铺，还会带我去我们以前经常去的地方，重温以前的美好时光。这1个月，2个人好像又回到刚恋爱时，日子轻松且甜蜜。我以为李林浪子回头，改过自新，重新回归了我们的小家庭。然而，正在我庆幸没有冲动离婚时，意外又发生了。收到闺蜜晴发来的照片时，我正在擦拭我和李林的结婚照，点开照片，轰隆隆，脑袋炸了。照片中的李林站在一个热闹非凡的售楼中心大厅，售楼小姐站在旁边热情地介绍着沙盘里的各个建筑。与此同时，李林的左胳膊被人挽着，是方婷。何晴要了售楼中心地址，我火速出门。李林已经在跟售楼小姐签购买合同，这是准备要金屋藏娇呀。一面在我面前表演浪子回头，一面又给2+1买房，这是打算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呀。算盘打得倒挺好。通过晴的售楼销售人脉，我拿到了李林购买高级商品房的购买合同。看着这房屋购买合同，突然有些后怕。除了这套房子，李林在我看不见的地方还购买了哪些项目？我和李林结婚后，除了大型开支2个人共同承担外，其他时候我们都是各花各的。之前从没有想过李林的100万年薪花在了什么地方，都给谁花了。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一边配合李林演恩爱，一边找了私家侦探来调查李林1年内的消费情况。每天看着这个出轨的男人对我嘘寒问暖，每晚还躺在我身边，真是恶心的要命。不明白为什么曾经真诚善良的李林，现在却变成了这样的口腹蜜饯，虚伪至极。私家侦探的消息还没有等来，却意外地等来了方婷的约见电话。虽然在电话里拒绝了方婷的约见，但到了时间，我还是去见了他。本不想与方婷有任何瓜葛，因为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都不会对我准备要做的事情有任何影响。但还是有些好奇方婷约我想做什么。到了订好的咖啡厅时，方婷已经坐在靠窗的位子等着我。远远看见我进来，方婷立马站起来，一手扶着腰，挺着孕肚，一只手向我招手。她那大大的孕肚好似战利品一样炫耀着，着实刺痛了我的眼睛。拉开椅子，坐在方婷的对面。我没有开口说话，只是直直地盯着她，没有得到我的回应。方婷愣了一下，然后讪讪地也坐了下来。2个人就这样安静了几分钟，都不说话，彼此看着彼此。林青姐，对不起，我知道你已经知道我和李林哥的事情了。见我还是一副冷淡的表情，方婷继续说，我本意不想伤害您的，希望你能理解我。看着方婷依旧单纯老实的脸，却说出这样厚颜无耻的话，我忍不住回怼过去。出轨有妇之夫，还怀上了孩子，竟然还说不想伤害我，你不觉得你自己很搞笑吗？林青姐，我也不想这样的，我内心也有过挣扎，但李林哥太优秀了，每天和他工作在一起，
我没办法不爱上他呀。方婷开始梨花带雨地哭起来，哭诉着她成为2+1多么的内心煎熬，哭诉着她每天都会在心里对我感到愧疚，搞得好像我是第三者，她才是原配一样。林青姐，我知道我伤害了您，但这个事实已经无法改变了。希望你能成全我和李林川斩金辉歌宴。林青姐，不瞒您，其实我心里也没底。李林哥很喜欢这个孩子，虽然也说了一定会娶我，但只要我们一天不领证，我心里就不会踏实。李林哥虽然嘴上说着给我和宝宝买套公寓，但房产证上写的却是他父母的名字。我现在没有工作，每天像个金丝雀一样待在公寓里养胎，等着李林哥。到现在我都没脸和家里说我怀孕的事情。林青姐，我知道您是一个骄傲的人，肯定会特别看不起我和李林哥的事，所以我求求你成全我们吧。只有您和李林哥离婚了，他才会和我结婚。我的孩子不能是一个私生子，我不能让我的宝贝被人指指点点，所以我一定要在宝宝生之前和李林哥结婚。林青姐，我求求你成全我们吧，实在不想再听到这毁三观的话。背起包，我准备离开。离开前，我盯着方婷，冷冷地说：“我会成全你们。”只是没说出来的后半句才是我最想说的。但在这之前，我会让你们付出应有的代价。2周后，私家侦探有了反馈，拿着私家侦探发来的李林近1年内的消费记录，我被气得浑身发抖。这1年里，李林不仅买了这一套高档商品房，还在4个月前以他父母的名义在江州老家全款买了一套200多万的高级别墅，在3个月前还给他弟弟买了一辆奥迪A6。这1年里，李林在多个高级商场多次购买了大额的珠宝首饰，而我没有收到过李林送的任何礼物。还有多次南方热门城市的飞行、就餐消费记录，以及数不清的5星级酒店消费记录。看到这些赤裸裸的证据，我的心真的好累。更让我气愤的是，口口声声说把我当亲生女儿的公公婆婆，却帮着李林一起瞒着我，还与2+1住在一起照顾她。许是对李林的信任完全崩塌，许是知道我和他的感情及婚姻再也不可能。心力交瘁的我趴在床上痛哭了好久，哭到不能自己。这一次，我们是彻底完了。第2天，我把搜集到的李林出轨和转移财产的所有证据整理好，直接向法院对李林进行起诉离婚，并申请冻结财产。但觉得还不解气，我又把这些证据拍照发到某博上，直接手撕渣男。之后又给开锁公司打电话，重新换了大门的外锁，然后把渣男的微信、Q9、电话全部拉黑。切就等着法庭的宣判吧。知道事情已经败露的渣男，这次是彻底慌了。李林第一时间联系我，却发现已经被我拉黑，然后跑回家，又发现外锁已换进不来。李林顾不上以往塑造的成功人士形象，一遍遍敲着门，祈求我的原谅。青青，你打开门，咱们有话好好说好不好？青青，我错了，这次我真的知道错了。青青，我不该骗你，伤了你。你打开门，让我见见你好不好？看到坐在屋里的我，对他没有任何反应，对他的忏悔无动于衷。李林突然做出一个惊人之举，只见他突然朝着监控摄像头跪下来，真诚地痛哭流涕，继续一遍遍向我悔，祈求我的谅解。看着手机监控里李林忏悔的画面，我深感震惊。这么好面子的李林，在外一直都是斯文的成功人士，现在却为了换取我的谅解，
如此卑微。但现在的我已然不是过去的我，经历了李林深深的背刺，还有与别人偷偷有了孩子带给我的屈辱，让我的心坚硬得如石头一般，不会再被你的幡然悔悟所欺骗了。渣男去死吧！在等待上庭的日子里，李林还试图想通过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校友、前同事，甚至他的父母、弟弟来与我联系。李林恳求我的原谅，恳求我撤诉、删掉微博，私下解决，但我通通拒绝。有关系很好的前同事看到我的微博，了解到李林的恶辍事情，纷纷转发，以致李林出轨方婷的事情很快就被公司知道了，在公司内部造成非常坏的影响。李林被公司高层约谈了，再次见到李林是在半个月后的法庭现场，他消瘦了不少，也颓废了很多，证据确凿。法庭很快宣判结果，我的离婚案件胜诉，得到大部分财产。上诉期结束后的1周，我和李林去办了离婚手续和各类财产转交手续。走出法院的大门时，我抬头看向天空，蓝得让人沉醉其中，让人情不自禁想在其中遨游。我低下头，拿出手机，立刻订了机票和酒店，完成了人生中一件大快事，去除了生活中的糟粕。一定要出去旅行庆祝庆祝了。半年后，我成功应聘世界5广告公司的人事经理一职。出了新公司的办公大楼，就看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是李林，比半年前更消瘦了，提着一个公文包，手上拿着一份简历，看来是在找工作。离婚后3个月，有关系不错的前同事发来消息，给我说了一个惊天大瓜。本来李林出轨的事情在公司就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引起公司高层极度的不满意。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让李林的事情更加引人关注。一天一帮号称是方婷的爸妈、弟弟的人到公司找李林大闹了一场，说他抛妻弃子，讨要说法。就在李林头大着想怎么让人先离开公司的时候，李林的妈妈听说了此事，紧急来到公司。李老太太像护小鸡一样张开双臂挡在李林的面前，振振有词地向公司领导解释不要听他们一派胡言，说方婷的家人是狗急跳墙，是敲诈李林。李林本想阻止他妈妈继续说下去，但在对方激烈无理的怂恿下，李老太太脱口而答：回去问问你们女儿，她明知道孩子不是李林的，怎么还有脸来让我们负责？李林太单纯了，被他仙人跳，想让我们当接盘侠，做他的春秋大梦吧。李老太太的解释让李林的头在公司彻底抬不起来了。后来一直跟他不对付的另外一个销售副总拿到了李林吃客户公司回扣的证据，并上报给公司。公司考虑到李林对公司一直以来的贡献，没有选择报警，只是辞退了他。又过了1个月，还在泰国享受沙滩阳光的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是李林的妈妈。听出前婆婆的声音，我第一反应就是想挂断，但听到老太太垂头丧气的声音，善良的我终究没忍心。青青，都怪我一时糊涂，被那个死女人唬住了。我太想抱孙子了，我以为你生不了孩子，听说那个死女人有了，我高兴坏了。青青，我不祈求你的谅解，也不会劝你原谅李林，就是想跟你道个歉。毕竟咱们婆媳一场，现在我们全家得到报应了。那个死女人怀的是别人的孩子，还想让我们接盘。从回忆中回过神来，我发现李林也看见了我，有些尴尬，也有些激动。看到李林现在的样子，我突然就释然了。不是原谅了李林过去对我的伤害，
只是觉得这一切对我都不重要了。我主动走过去和李林打招呼，李林显然有些意外，更加激动了。在找工作呀？对，但是不太理想。李林讪讪地说，工作上失意都是暂时的，你以前的工作成绩不错，肯定会找到诚心的工作的。听到我的安慰，李林露出尴尬的表情，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好了，我该走了，和朋友有约，我看没什么话可说，转身就要离开。李林跑过来挡住我的去路，青青，对不起，我真的很后悔，我之前真是失了心，鬼迷心窍了，现在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了。青青，对不起，你能原谅我吗？青青，你原谅我好不好？李林还在说着什么，但我已经听不见了。我快步走在大街上，穿过车水马龙，吹着风，仰头被阳光亲吻，低头欣赏树叶的影子。有多久没有这么自由自在了？我再也不用顾及任何人的看法了，不用再强逼着自己打起精神，不用再为了要孩子费尽心思，再也不用再打针吃药了。我要拥抱这自由的世界，享受这自由的阳光与风，呼吸这自由香甜的空气。我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心情愈发轻松。与李林的相遇，像是甩掉了最后一丝过去的阴影。从此刻开始，我是全新的我，再也不用背负那些沉重的过往。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中。世界5广告公司的工作节奏快而富有挑战，这正是我所追求的。我在这里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共同奋斗，共同成长。一天下班后，我和同事们一起去了附近的一家酒吧，庆祝一个项目的成功。我们欢声笑语，举杯畅饮，享受着这一刻的欢乐。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个熟悉的身影闯入了我的视线，是李林。他看起来比之前更加落魄了，独自一人坐在角落的桌子上，面前摆着一杯已经喝了一半的烈酒。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这里，也不知道他是否看到了我，但我并不想上前去打扰他。同事们纷纷告别离开，我也准备离开。然而，在我转身的那一刻，我听到了李林的声音：“青青。”我停下脚步，回头看去，李林正望着我，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可以聊聊吗？”他问道。我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点了点头。我们走到了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坐了下来。“你看起来过得不错。”李林先开了口。“我很高兴看到你过得这么好。”“谢谢。”我淡淡的回应道。“你呢？看起来不太好。”李林苦笑了一声。“我确实过得不好。自从和你离婚后，我失去了很多，工作、家庭、朋友。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我听着他的诉说，心中却没有太多的波澜。我已经放下了对他的怨恨和敌意，但也并不意味着我能够重新接纳他。“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吗？”我问道。“我不知道。”李林摇了摇头。我觉得自己好像陷入了一个黑暗的漩涡中，无法自拔。我曾经以为自己拥有了一切，却没想到会失去得这么彻底。我看着他颓废的样子，心中不禁有些感慨。曾经的李林是多么意气风发呀，可如今却变成了这副穷困潦倒的模样。然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果。我并不希望他过得如此凄惨。“其实你还有机会重新开始。”我说道。“只要你愿意放下过去的执念和错误的选择，重新开始并不是一件难事。”李林听了我的话后陷入了沉思中。我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听懂我的话语中的含义，但我还是希望他能够重新振作起来，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我们聊了很久很久，直到酒吧即将打烊，我们才结束了这次谈话。
在离开之前，李林向我道了谢，并表示他会尝试去改变目前的生活状态。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我不禁感叹，人生真是充满了未知和变数啊！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勇敢地面对未来，并努力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时间飞逝，转眼间已经过去了1年多。在这1年里，我经历了许多，也成长了许多，而李林也开始了他的新生活。他重新找了一份工作，虽然薪水不高，但他却做得很开心，并且他还开始尝试着去接触新的人群和事物，逐渐走出了过去的阴影。有时候，我会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他的动态，看到他带着笑容和朋友们一起旅行、聚餐或者参加各种活动。我知道他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并且过得很好。而我呢，我也在这1年里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不仅在工作上获得了认可，还结交了许多新朋友。更重要的是，我学会了如何去爱自己，并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瞬间。这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家中享受着安静的时光。突然，手机响起了一条信息提示音。我打开一看，原来是李林发来的消息：谢谢你当初对我的鼓励和支持，让我能够重新振作起来，面对生活。看着这条消息，我的心中涌起了一股暖流。原来我们都在成长，都在进步，这就是生活呀。我回复了他一条消息：看到你现在过得这么好，真为你感到高兴。希望你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继续努力前行。放下手机，我抬头看向窗外的星空，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期待。感激生活给予我的一切期待，未来更加美好的人生旅程。而我们之间的故事，就像这星空一样，虽然曾经有过阴霾和黑暗，但终究会迎来璀璨的星辰和美好的未来。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